Hello，大家好，我是张子涵 Doria。今天我要讲的是游戏成功的要素。关于这个主题，我请来了今天的主角阴阳师。阴阳师是由网易公司开发，并于2016年正式公测的一款角色扮演类的手游，其中还包含了半计时回合制和养成类等玩法。阴阳师在发行后也荣获了许多大型的奖项，比如说 IMGA 的全球移动游戏大奖和 CGDA 最佳移动游戏制作优胜奖之类的。甚至呢，在现在它还位居于 iOS 商城中10家二次元游戏的榜首。在阴阳师席卷中国手游市场之后，也陆续有一些其他的公司因为看到了阴阳师的成功，所以推出了各种同类型的手游。这些竞品不管是从抽卡到战斗，还是刷副本、刷材料，其实无一例外的都是完美的照搬了阴阳师的游戏系统。可是，即使这些竞品的玩法和系统都和阴阳师一模一样，可为什么唯独只有阴阳师获得了胜利呢？这其中成功的要素其实有5个，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讲起。先是定位用户，投其所好，符合期待。阴阳师在用户的定位上是非常清晰的。它这款游戏呢本身是想要以日本妖怪为卖点的，所以他们在目标受众上的选择主要为偏爱日系风格，并且二次元启蒙是以日漫为主的二次元爱好者。年龄层则是定位在以学生党为主力的90后年轻人和一些80后。最重要的是，阴阳师它其实还抓住了女性玩家这一大市场空缺，将平时相对来说不太接触网络游戏的女性群体也纳入自己的目标当中。在这里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到，阴阳师的女性玩家比例将近也有42%，这样做呢其实是能够很大的增加阴阳师的总体用户量的。在有了精确的用户定位之后，阴阳师就开始针对于市场宣传，开始发掘用户的喜好。日系风格是二次元日漫爱好者主要偏好风格，所以阴阳师在做游戏宣传的时候，就提前给玩家树立了日系加和风的主题形象。他们还请到了许多 coser 来帮助游戏增加热度，并且利用爱好者们对日本声优的喜爱，为自己赚取了更多关注度。比如像宅男最爱的丁公四萌、丁公理惠老师和乙女城人气很高的鸟海浩辅、还福山润等其他非常知名的声优为游戏的人物进行配音。然后其实身为日漫迷和二次元爱好者，我相信光是看到这几个声优的名字都会毫不犹豫的把游戏下来体验一下。当然了，光是在市场宣传的时候投其所好其实是不够的，游戏内呈现给玩家的东西是否符合玩家期待也是极为重要的。游戏内部的所有设计，比如故事背景、角色设计、游戏的音乐和整体的 UI 界面，都必须要符合宣传时所设定的主题，否则很容易给玩家带来落差感，造成玩家的流失。阴阳师在这里做得很好，我们可以从登录界面就可以感受到一股和风的气息，然后包括他们的游戏公告的样式，
还有游戏内部剧情转场的，还有地图的风格、弑神路的设计，甚至像我们战斗胜利之后的奖励界面，也是包含了许多日本和风元素的。可以说是阴阳师它这个设计呢是完全符合玩家当初看到的宣传时候阴阳师的想象和期待。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阴阳师的竞品《山海镜花》。《山海镜花》呢，其实在宣传期间，它就是以《山海经》为主题，主打的是中国的本地妖怪。其实这样的题材选择是没有错的，并且它这款游戏当时就利用这个《山海经》的 IP， 吸引了许多喜爱中国风的玩家的关注。但是呢，但是当时《山海镜花》吸引的，因为都是奔着国风主题来的嘛，可是它最后呈现给玩家的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山海镜花》的登录时给我们看到的东西，它这个就非常的符合国风，然后进入游戏之后就是给人一种大杂烩的感觉。它不仅呢国风元素很少，而且我们看到的反而是很多日系的元素，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未来朋克风在里面，就是整个给人一种非常四不像的感觉。那么那些原本奔着国风来的玩家，在看到这些之后，他一定是对这个游戏是非常失望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山海镜花》没有办法战胜阴阳师的其中一个原因。然后游戏成功的这个第二点就是故事与角色的选择。首先我们游戏成功就要写出一个吸引人的故事。通常在写小说的时候，使用真实的历史或者人物进行改编是有助于增强读者的代入感的。把这个方法运用在游戏里也是一样，能够很快让玩家的进入游戏所营造的氛围当中。像阴阳师就选择了拿日本的平安时代为背景，然后用安倍晴明这样在平安时代的真实人物作为主角，然后使玩家在接触它的剧情的时候就会自带一种亲切感吧。然后同时呢，这样的背景选择和人物选择，实际上是给阴阳师的故事创作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只要说阴阳师的文案组他肯对这个历史背景和人物多做研究，那么在角色的刻画上下功夫就不容易让故事显得突兀或者无聊。当然我不是说创作一个故事一定要用真实的背景，其实架空的时代和原创人物也不是不可以的，只不过这样就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需要更深的文案功底，才能够让玩家对游戏所创造的架空世界观产生共情。就是如果一旦写不好的话，反而会让玩家感到奇怪和无聊。第三点，光有一个好的故事剧情，可是如果玩家没有耐心去看剧情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游戏节奏的舒适度。想要让玩家不轻易的跳过剧情，我们可以拿这个新手期为例子。阴阳师的游戏节奏其实设计的非常好，它的强制教学关卡实际上只有3篇的剧情左右，大概15分钟就能够脱离这个强制教学环节，并且战斗与剧情是相互呼应的，就不会让玩家在体验新手教程的时候感到无聊啊之类的。然后在结束了这个新手教程之后呢，剩下的则是交给玩家自行的探索，并且同时通过教学任务
的奖励，激励玩家根据自己的心情去发掘游戏里的其他机制。那其实很多国内的很多手游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新手教学环节太漫长了，玩家大概需要被强迫的根据流程度过5至6个剧情，甚至更多，才能在之后进行自由探索。这样的束缚感会很容易让玩家失去看剧情的耐心。大多数玩家在这种束缚的情况下呢，会想要赶紧的跳过剧情。一旦呢这种事情发生，玩家就很难再对接下来的剧情产生兴趣了。那么当玩家对游戏本身产生了就是玩腻了之后呢，就很容易退坑。所以像阴阳师这样给足玩家自由探索空间的游戏，是让玩家对游戏和剧情保持兴趣的关键点。因此阴阳师其实也是迄今为止我玩的最久的一款手游，因为每一次更新之后，我都会非常的期待接下来的发展，就像追剧一样，就是追一本新的小说一样，连载的小说一样。第4点是